卡塔尔给欧洲泼了一盆凉水，缺少能源支持的欧洲最好诚心向东方争取一下帮助。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由于欧洲长期需要大量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所以呢，俄乌冲突造成的欧洲天然气供应一下子减少了40%以上，能源供应紧张已经成了欧洲面临的最大麻烦。所以，关注天然气供应对分析欧洲态度就特别有用。前段时间呢，欧洲天然气价格曾经一度突破$3500每千立方米的水平。德国、波兰等国家为了解决取暖问题，已经出现了政府劝老百姓、家里人呢互相用体温呢相互照顾一下，或者多出门、多砍柴、生壁炉这种要求，这就已经很近似用爱发电这种招数了。最近呢，天然气价格跟最高峰值相比啊，倒是降下来不少，不过比战前还是高很多呀。能让价格下了一点点，一方面是因为天气转暖，取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天然气库存呢不那么紧张，另外也是因为欧洲得到一些好消息了，说新的天然气来源有了期望。最近欧盟成员国首脑达成一致，要联合购买并且储存天然气和氢能，并且要共同议价来控制能源价格。另外，美国今年要向欧洲增加150亿立方米天然气，帮助欧盟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另外呢，德国还宣布已经跟卡塔尔达成了供应天然气的协议。卡塔尔将为德国长期供应天然气。此外，欧洲还要寻求使用新能源替代一下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不过这些事儿说了半天都是远水，根本解不了近渴。卡塔尔能源事务的国务大臣萨阿德·卡比在第20届多哈论坛上就直接说了，说没有谁立刻能够取代俄罗斯在欧洲能源的供应地位，这是需要很多年的。人家俄罗斯过去是用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你现在就算马上换成美国和卡塔尔供气儿，有管道吗？没有啊，那就要先把天然气液化，然后用 LNG 船往欧洲一船一船拉。所以欧洲今年要想摆脱俄罗斯天然气，纯属是胡说八道。而卡塔尔目前无法立即为欧洲提供能源支持，要想给欧洲大量供气儿的话呢，得2025年以后再说吧。因为卡塔尔、欧洲都要建设新的天然气压缩站，还有这个接收用的终端。关键是，就算都建好了，运送天然气那些 LNG 船也是远远不够啊。美国这边也挺想赚一把，毕竟在美国境内销售跟欧洲销售价格差7倍呢，能卖到欧洲就能赚高价。不过当年特朗普跟中国也签了一个能源大单，20年长期合同，天然气要优先给中国的，而且那个合同价格是固定的，欧洲的价格再怎么翻跟头都不影响中国按照合同的原价格从美国拿货。其实呢，欧洲也不是不能继续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但是俄罗斯也说了，原来的合同可以继续有效，只不过欧洲国家必须用卢布来支付。这事儿欧洲死活不肯呢，这不就成了美国反对的给俄罗斯卢布一线生路吗？所以这个生意也不敢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倒是可以往欧洲卖天然气，比如我们可以从美国买进，也可以用人民币跟俄罗斯交易，最后和欧洲用欧元成交，这不就帮大家都解决了问题了吗？我们挣点辛苦钱总没错吧？当然，如果美国很不满意，我们也可以不挣这笔钱，让欧洲饿着。你美国看看这队伍还好带吗？所以呢，至少2025年以前，我们还可以赚着差价。美国要是敢以能源为理由制裁中国，那就是制裁了欧洲盟国。至于说2025年以后，也许欧洲可以建成一大批新的天然气接收终端，等着一船一船天然气运过来。不过现在急需新造的那批100多艘 LNG 船，可都是卡塔尔订的货呀，都是在中韩两国造船厂生产。欧洲国家应该提醒一下美国，如果老想着制裁中国，没准会影响中国这边的造船进度。好，围绕着欧洲天然气供应，欧洲和俄罗斯到底谁把谁制裁了？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